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会分享的话题最主要是关于 ChatGPT 发布了全新的一个工作模式，叫做 ChatGPT Works。那我今天主要会聊聊为什么我非常看好这个 ChatGPT Work，也为什么非常看好 ChatGPT 能够重新回到第一名的这个位置，同时间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关于 AI Agent 一些全新的一些应用，让更加多的人能够理解到底 AI Agent 对他们的工作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优化跟一些改变。但是在开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这个星期回家投票的一个经历。那大家都有看到我的这个手，最近是我们柔佛州的一个选举，所以我这次有特别回去，就等到投完票之后才搭火车回到 KL 这样子。我发现到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观察，我在火车站的时候，我就特意去观察到底有谁是有投票的。结果发现到，其实跟我同坐一辆火车的人呢，应该都有差不多90多%的人都是有投票的。所以我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在柔佛工作的，当然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游子，他们已经不在原本的居住的城市去生活，但是他们还是会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回到柔佛，特地为了投这一票。那当然投完票之后还是要回到他们工作的地方嘛，所以就会造成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交通的流动，或者是人流的一个流动。这个是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所以基本上当时我上了火车之后，就发现到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已经投完票的。我现在在准备去往他们可能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可能回到他们现在生活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星期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观察。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关于 ChatGPT Work。其实 ChatGPT 这次主要的是更新了蛮多的东西。不管是在模型的更新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新的一个模式，或者是在它把 ChatGPT 跟 Codex 这两个软件给完整的结合了。但是呢，我今天的着重的重点是会想要聊到底 ChatGPT Work 对于大部分人的影响会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会是更加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你是想了解到底这一次的模型有什么样的一个提升，可以回去看我前2、3集的一个分享，那时候我已经有分享了关于 ChatGPT 5.6，具体来说提升在什么地方。那这一次是时隔了差不多2个星期之后，正式的推出了 ChatGPT 5.6。但是呢，我觉得它更加多的重点就围绕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个 ChatGPT Work。如果你是之前已经了解 Claude Cowork 或者是在使用 Claude Cowork 的一个工作者，那你其实已经会蛮明显的知道到底 ChatGPT Work 可以做什么。也就是简单来说，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聊天的一个机器人，它更加重点，它是一个帮助你工作的一个 AI Agent。那这个 Agent 最主要做的几个东西，就是首先呢，它是没有达到它的目标，它是不会停。所以还不断的运用它的 AI 的运算，一直到它做完你的任务为止。但是它在做你任务之前，它会先了解你的需求之后，把它 break down 成不同的一个步骤，再跟着每一个步骤 step by step 的把它完成。我觉得这个就是几个比较大的一个重点。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这样子的 agent 通常会有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告诉他你想要去的一个终点是什么，他会自己去想。达到这个终点，或者是做到你要做到的这个东西，中间需要经过什么？比如说可能需要打开浏览器，比如说可能需要安装这个软体，比如说可能要做到这个东西，比如说可能要看完这些 document 之后才能够行动，它会帮助自己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布局，最后完成整个任务。我觉得这个就是 AI Agent， 或者是这是我们讲 ChatGPT Work 跟一般的 ChatGPT 的聊天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请了一个专属的一个 AI 助理，那这个 AI 助理它就是全天24小时都可以帮你处理你的工作的。因为它是住在你的电脑里面的，所以它是能够操控你电脑的任何东西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你的网络上面的东西，或者是电脑 local 的东西，它都是能够知道它们的位置，它都是能够调用这些东西，它都是能够去处理这些文件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本质上的差别。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其实很推荐，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 ChatGPT Work 具体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使用它的桌面版的这个应用。也就是说，你不要在一般的 web version， 就是我打 ChatGPT.com， 我是可以切换到 Work 的这个模式。但是我觉得这一个 ChatGPT Work 它只是一个可能只有大概30% 的一个能力，唯有你真正的把它安装到了你的桌面，也就是你的 Mac 或者你的 PC 的这个桌面版本呢，它才是完整的解放了 AI Agent 这个完整的能力。现在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可以看完你的所有的 local file， 而且是没有受任何的限制，它能够 access 到任何东西。假设你把所有的权限开给它，它甚至能够看到所有你想要它看到的 folder。再加上如果它能够使用到你的电脑上面的这些软体，或者是 online 或者是网络版的这些软体，如果它今天也能够使用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它基本上真的是你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助理，你聘请回来的一个 coworker。那这 coworker 就是有自己的整个工作的界面，所以它能够去完成你要它完成的这些任务。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模式，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已经不是回到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完成，而更加是回到你有没有给他清楚的指示，加上你有没有足够的 token。逻辑上呢，你只要给他清楚的指示，就好像你在指挥一个新的员工一样。如果你有办法把完整的故事、完整你要做的东西、完整的资讯都传达给他，那他肯定能够 deliver 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结果给你。你要做的事情就只是审核他做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可能跟他重新的去微调，最后到他把这个东西给完整的做完。其实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比起跟工具聊天，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工作方式的核心，比起像是你在使用工具，它会更加像是你在指挥你的一个新来的一个员工，你新来的一个 intern， 新来的一个 coworker。所以经过我自己的观察，我发现到，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擅长管理别人的一个人，那其实你在 AI agent 这里的使用就会特别的好。这个是我发现到一个很神奇的关键，就是它其实并不一定要是那种非常科技或者是非常 technical 的人，反而需要的是你有领导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们真的能够 deliver 一些超过我的想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结果。那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到底 ChatGPT Work 具体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呢，这边我就先介绍几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个功能。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就是叫 Plugin。那 ChatGPT Work 的这个 Plugin 基本上是可以在它的那个界面里面看到，它其实有很多预设，或者是它已经准备好给你的一些 Plugin。比如说，它可以连上你的 email， 连上你的 calendar， 连上你各个样网络使用的工具，比如说像我的是 Google Drive。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它更强的是能够连上所有你在工作用的软件，比如说像我们自己，我们有我们的 Project Management 的一个软件。我们用的是 Monday.com， 或者是我们的 Accounting Software AutoCount， 甚至是刚才我提到的 Google Drive， 是我们管理可能我们 admin 的文件的一些地方。就是所有的这些软件呢，今天你都可以想象，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plugin，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MCP 的接口，你能够让你的 AI 现在能够看到这些资讯。比如说，好像我的整个 department 的文件现在都放在 Google Drive 上面，我就能够直接让它去读到整个 Google Drive， 然后它直接告诉我，这个部门里面呢，目前为止缺少的资讯是什么，要做些什么样的东西，里面的 SOP 是不够完善的。就是如果我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它是能够帮我整理出来到底他觉得缺少什么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重点就是它是可以 access 到你的 Google Drive 的 link， 我给它的就真的只是我 Google Drive 的 link， 但是因为我之前把这个接口给接好了，现在呢它能够直接看到这些资讯。所以呢，你今天想要一个好的结果的前提是你必须给它足够多的 context， 足够多的上下文，足够多的资讯。但是呢，现在你并不需要这么麻烦，就是当它连上了你的 Google Drive 呢，它自己去找答案就好了，你根本并不需要告诉他。如果是你之前在使用 ChatGPT 模式呢，你需要找来各个样的文件，最后丢给这个 AI， 跟他说，这也是我的一些东西，你帮我把它做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在更大的差别是，我直接就只跟他说我要的结果，还有就是可能我提醒他，大概我的文件会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他就自己去找了。还有另外一个应用呢，是我之前整理好了一些 document， 然后这些 document 是可能我申请某一个 approval 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可能过了很多年我找不到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让这个 AI 去帮我详细的把它找出来。所以我的做法呢，我就只是打开了我的 ChatGPT Work， 或者是我之前用的 Cowork， 我就直接跟他说，现在呢，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 document 是关于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我需要你去查询我电脑上面所有的 folder， 同时间去查询我的 Google Drive， 告诉我具体的那个位置是什么，以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能够符合这个方向的功能。那最后它都能够很完美的找到，就是如果是其他的工具或者是以前的做法呢，可能它就只是能够找到 Google Drive， 或者是只是能够找到某一个 software， 或者是可能也找不到。但是呢，现在它有这个完整的看到网络上面所有东西，加上你的电脑上面所有东西的这个能力呢，它就能够帮你找到你需要的这些文件。那有了这个文件呢，现在开始你让它去做，不管是把这些文件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报表，变成一个新的数据图，甚至是你现在有很多很 raw 的一些数据是存在各个电脑，存在你的 accounting software， 现在你能够一次过把它们去做整合。然后呢，直接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报表，可以直接向你的同事、向你的团队去禀报，可能你们这个月的业绩，或者是这半年来的业绩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你关键的一些 insight， 这也需要整理数据、搬运数据、呈现数据、呈现资料，这些都是 AI agent 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我这边想再举一个案例，就是一般上我的 admin 在做的事情呢，其中一项就是他在他的 accounting software 开完 invoice 之后呢，他需要去到我们的 project management 的系统里面去登记，这个 invoice 这个 project 已经 send 了，这个客户已经 send 了，这个客户在等待 payment。然后呢，当我们把 payment 的资讯发给他，或者是如果他今天能够 access 到 bank 之后呢，那一般上的做法就是他要做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在搬运数据，就是他把他看到 A 客户还钱了， C 客户也还钱了，他就把 A 跟 C 客户统计到 accounting software
software 里面，也统计到我们的 Monday.com 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个客户已经还钱了，这样子其他的团队就会知道这个资讯，他们就能够执行其他的任务。但是呢，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AI agent 呢，它就全部东西都是连接在一起了。我甚至可以直接取代这一个 admin 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直接让 AI 帮我去检查我的银行的这个 statement， 直接帮我把这些 payment 单的 record 直接帮我加到我的 auto account， 甚至是加到我的这个 Monday.com 里面。所以现在呢，还能够直接做到这些我们觉得很烦闷的一些搬运的工作。所以我的这个 admin 呢，它就能够更加着重在其他的部分。那像我自己呢，其实现在做很多的用途呢，甚至是用这个东西来审核。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这个客户到底还钱了没有？以前的做法，我需要点开我的 auto account，去一个一个去按，然后才知道现在的情况。但是呢，现在使用 AI 的方式，我能够很快速的调用，比如说这半年来没有还钱的客户是谁，我能够很快的跟我的 AI 说之后，AI 直接帮我调用这些资讯，所以我不再需要进到我的系统里面。尤其是有一些系统呢，他们可能是非常的老旧，它使用起来非常的不便利。那这个时候呢，我却能够透过最简单的用语言的方式呢，AI 直接理解了这个东西，直接帮我调出我需要的资讯。那有了这个资讯呢，当然我就能够提交这个成果，不管这个成果是让我自己知道我可以做下一个动作，或者是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成果呢变成一个新的报表、新的数据，直接呈现给我的团队。这些就是这半年来没有还钱的客户。现在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不管是在于你想要审核你的工作进度，它都变成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而且呢，你不会浪费你的时间自己亲自去做，你也不需要请一个人亲自去做。现在呢，全部 AI 都能够帮你做到。而且呢，我觉得 AI 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它的错误率基本上是零。只要你给他资讯是对的，基本上他的错误率是零。一般上我觉得他会错的时候，就只有当你给他错误的方向，或者是你少给他一些很重要的细节，比如说你没有跟他说，其实这些客户是不算在这一个半年的里面，因为他们可能是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他们是不会这么快还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没有告诉他这样的一个 context， 那他可能整理出来的数据就会包括这些客户的数据，所以你整个可能没有还钱的比例呢会变得很大，然后那个数据变得很不精准。可是呢，反过来，如果你把你的完整的资讯已经告诉他了呢，其实你可以预计的一个结果就是它出来会非常精准。我试了很多次呢，它真的能够帮我找到我的 admin， 或者是我自己在使用这些工具，或者是我的团队呢，可能他们在做他们的 claim， 或者是他们在处理他们的一些财务的东西的时候呢，很多的小的一些 minor 的数学上的错误，很多小数据上的失误呢，它能够完整的 detect 到它，并且能够做出很多的提醒。它会直接告诉我，在这个东西里面错的有这10个东西，你可能需要看一下，它可能有错，可能没有错，但是你需要去检查一下。所以它就能够很快速的帮我判断我需要把精力花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我现在在管理我自己的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个 AI 助手，因为它能够做到我在电脑上该做到的东西，配合上我在使用的系统，配合上我在使用的软件，它现在就能够完整的帮我马上的发现我的公司的问题，帮我管理好我的整个公司，甚至帮我管理好我自己的工作。再来第二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 skills。那 skill 基本上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很多次，那我们用最简单的说法呢，就是当我前面比如说我让他整理出来这一个流程之后呢，我发现这个流程很好，那一般上我的做法就是我会告诉他我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 skills， 那他就会整理出可能我们这个对话里面，比如说我们做的步骤是从1、2、3、4、5、6、7、8这8个步骤，然后这8个步骤中间可能要注意的某些，可能这6个点是需要注意的，他现在就会把这8个步骤跟这6个点变成一个 skills， 变成一个技能包。那这个技能包你可以发给别人，你可以自己使用，但是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下一次你可以在比如说可能像我自己每个月都要重复做这一些同样的东西的时候，下个月我就直接能够打开让它去跑这个 skills 开始去运作。甚至呢，其实它现在有一个蛮推崇用的功能，就是叫做 schedule task， 也就是说你直接可以设定，比如说像我刚才的例子，我直接可以设定我每个月就固定的跑这个 skills， 或者是每个月就固定的跑现在做好的这个任务。所以就变成是你只要每天把电脑打开呢，时间到了，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完成这些任务，自动帮你执行这些任务，然后你要做的就是不断去做审核，那可以就通过，可以就通过。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我发现到我的整个工作的重心，或者是我整个工作方向，现在变成很多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其实花更多精力在审核他做的东西，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我自己下手去做这些东西。当你自己下手做的时候，你可能还很难发现错误，因为你的目标是要把工作完成，很一些细节可能会忽略，尤其是当资讯越来越混乱的时候，
你可能会忽略。但是 AI 呢，资讯越混乱，它能够整理的越好，或者是它的优势就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当我直接去审核它做的东西的时候呢，我就能够更加的放心它给我的结果。我只是专注在可能我少给它的地方，或者是最后出来的结果是不是我需要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我发现把这样子的一个 report 呈现给我的团队不好，那我就会去做微调，我就会跟他讨论怎么样去微调。所以我发现我的工作最大的改变是我变成是更多在审核，而不是更多在执行。再来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叫做 sites， 那 sites 就是网站的意思嘛，也就是说呢，它现在直接用了 ChatGPT 自己的 server 呢，直接帮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网站。首先，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理解到一个观念，就是其实 HTML 这样的一个格式呢，会是接下来非常重要，对于你想要跟人类、想要跟 AI 沟通最重要的一个格式。那基本上我会觉得，如果你想要跟 AI 沟通的话，一般上你需要了解这两个格式。首先，第一个叫做 Markdown file 嘛，就是 .md 的这一个文件，其实它就是一个文字的一个文件嘛。那这个东西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因为它够轻，然后写得够简单，就能够用很轻装的方式让 AI 能够明白。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对 AI 来说最容易明白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格式一定是大家都需要知道的。但是 Markdown file 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它没有办法用图表、用数据、用画面感的方式呈现给你，它就只有纯文字。那纯文字有时候就是很难表达我们需要的东西，它没有办法用表格，没有办法用图表。但是这个时候呢 ，HTML 就变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 HTML 本来的设计就是让电脑非常容易操作，因为它背后就是大量的 coding 嘛。所以这个时候呢 ，AI 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一个里面的所有的资讯，不管是图表、文字、图案，全部都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但同时间呢，这个东西也是人类很喜欢看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团队做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会固定的把这样子的 HTML 传给别人。比如说，我做好了一个报告，我直接把它变成 HTML， 因为在 HTML 里面我能够用数据，我能够用图案的方式让你直接看懂，我就能够很精准的传达我的资讯。而且呢，我还能够自己 customize 我的视觉感的呈现方式，不管是我的颜色的使用，我的整个设计的 UI， 我都能够重新去做完整的设计。所以最后我就能够以我任何想要的方式呢，把我的资讯传达给别人。这个就是我觉得 HTML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它是人跟 AI 都非常适合看懂的一个格式。所以呢 ChatGPT 是直接把这个东西再上一层楼。因为之前如果你做好了这样的一个 HTML， 之前的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它部署上线的话，其实你是很难send给别人一个网址，然后别人能够马上看到的。你需要把这个 HTML 发送给别人。那像我之前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发送 WhatsApp 的时候呢，我发现到手机点不开，或者是手机不能够完整的看到这个 HTML， 所以需要做的东西是他们需要用电脑把它下载下来，它才能够完整的看到这个 HTML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东西。但是 ChatGPT 现在做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它直接帮你做上架，它直接是帮你做部署。当然，你用的是 ChatGPT 自己的 server， 后面是一些很奇怪的 ChatGPT 点 online，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结尾。但是不重要，因为你本来也没有要发布这个东西，你只是想要快速的传递资讯。那这个时候 Sites 这个功能就会变得非常好用。你要做的东西就是，你既然一样让 AI 帮你设计了这个 HTML 之后呢，它甚至直接有一个功能，直接帮你变成 size， 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个 link share 给别人，你就完结了，就完成了这个传递工作的一个资讯。所以我觉得这个 size 呢，会是接下来被很多人使用，或者是我也推荐给大家一定要去使用的这个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会发现让你沟通效率大大提升。而且呢，这些报表或者是这些 size 里面的内容呢，大部分都是你的 agent 本来就在帮你处理的，所以你让它变成 size 是一个很自然的举动，所以你就一次过做完了全部东西，就是从一开始的抓取数据、整理数据，把这些数据整理成一个你想要 present 的方向，最后到把这一个 link 给做出来，最后到发送给别人，都会变成是一个一气呵成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在 ChatGPT Work 里面直接完成。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聊的是关于 ChatGPT 未来的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是目前为止它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首先呢，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现在 ChatGPT 呢已经重新回到第一名的这个宝座了。就是其实它之前最大的领先就在于这些 consumer 上面嘛，就是我们讲的消费者，大家都会知道 AI 就是 ChatGPT。但是现在呢，它把这个工作的模式直接搬到了消费者的面前。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任务是真的能够帮你带来 value， 比如说能够让你更早下班，或者能够让你少请几个人，或者是能够帮助你赚到更多的收入，那你肯定是很愿意把这个 token 的费用给他的。所以 ChatGPT 呢，只要能够让所有广大的 consumer， 所有广大的消费者都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工作模式，开始去使用它的这些 token 之后呢，它的整体的收入就会有一个蛮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也是为什么 Claude 会是目前为止那么赚钱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大部分产品的销售都在于它的模型变成一个这样的 token 的方式呢，让所有的企业去使用，创业者、企业或者是一般的工作的人士呢，才会愿意为了这个东西去付钱。
所以现在 ChatGPT 算是直接把这个非常重要、非常赚钱的这个功能呢，直接摊在了所有消费者面前，所以这个是我很看好的一个地方。而且我在使用这个新版的 ChatGPT，就是和 Codex 结合起来的一个桌面版的这个应用呢，或者是它的网络版，或者是 ChatGPT Work 呢，我其实体验到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会觉得它的整体的设计，不管是它 UI 的设计、界面的灵动感、界面的舒服，这些都是我觉得目前为止 Claude 还追不上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对比，我现在感觉到 Claude 的整个使用界面呢，会让人感觉是比较工程师或者是比较 coding 一点，就是真的是很 technical、很直截了当、很技术的一个呈现排版，但是 ChatGPT 的整个呈现排版是非常符合普通人去使用的。加上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他们之前囤积了很多的 data center， 很多的运算，所以它能够很大方的给出了很多的 credit 让大家去使用。所以呢，你今天就不会一直遇到 credit 不够的那个焦虑感。所以呢，当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完成工作，当你能够意识到这工具的重要性，我觉得就会有更多人愿意为了这个东西去付费。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可能半年到1年里面呢，ChatGPT 的收入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当然，你说这个增长能够改变它的现在的局势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它之前投入在的投资很大，或者是它整间公司现在每个月的开销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即使它有这个收入的提升，我也不觉得它能够抵消它这么大的庞大的一个支出。那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会非常鼓励，也非常推荐大家现在一定要去使用 ChatGPT Work， 尤其是你之前没有接触过任何的 AI agent，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最好入手的时间，因为呢，你只需要付出一个很小的成本，就是每个月订阅一个 Plus 的一个用户，或者甚至是免费用户，实际上也能够体验一些基本的功能，你就能够快速的感受到底 AI agent 跟一般的 Chat 的差别是什么。而我也觉得这个就是未来工作的一个模式，无论你要不要，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人类会跟电脑合作的一个最基础的模式。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掌握这个技能，我会觉得就好像你不会使用 Microsoft Excel， 不会使用 Microsoft Word， 它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能力，也是我觉得所有人都需要马上去 adapt 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